经过了1天多时间的使用，今天我们来聊聊 iPadOS 16。在 iPadOS 16当中，大部分更新和昨天发布的 iOS 16相同，比如说更强的共享协同，比如消息发送后支持撤回和2次编辑。看它这里有撤销发送和编辑，超过15分钟之后你就不能再撤回或者2次编辑了。比如在照片里可以通过长按直接进行一键抠图，这是我游戏里的截图，然后按住，看到了吗？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直接粘过来。这是一键纯 AI 的抠图，比如这个，我看能不能把这鸟抠出来啊？哦，鸟也可以。看，这是刚才那个鸟抠图，然后看这马能不能抠出啊？哦，马也可以，它们3匹一起抠出来了。这个功能我觉得对于很多同学来说应该很实用，对吧？比如史诗级的增加了天气应用，这个应用之中也支持一键查看温度曲线、紫外线曲线等等这些了。以上这些呢，我们一笔带过，直接进入这次 iPadOS 我认为最值得聊的前台调度功能。这个前台调度听起来有点晦涩，我查了一下，英文原名叫做 Stage Manager， 应该是一个这个舞台职务，对吧？工作职责就是帮助导演协调各种资源，从而让整个表演流畅顺利。整合什么资源呢？就是后台你最近使用的应用。那如何呈现给导演呢？就是把最近应用会呈现在侧边栏，而把你最需要的那个应用展现在前台。你可以通过触控板3指滑动，在所有的最近应用中自由切换，也可以使用鼠标或者手指一键直达你想要的应用。这回大家听明白了吧？我们要往下走了啊！这个功能如何开启？在控制中心里有一个专门的按钮开关，一旦你点按这个开关之后，你打开的应用右下角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提示按钮，推动这个提示按钮就可以自由定义这款应用的显示大小了。你可以宽屏显示，也可以像手机一样竖屏显示。苹果对于应用生态的把控在这个环节体现出了价值。如果你把这个应用的边框向上推，那就会像电脑一样把 Dock 栏的应用展示出来。在这种窗口状态下，如果我们退出应用，那么 iPad 就默认你选择了现在这个窗口是最适合你的，那么下次打开的时候依然会以这个比例来显示。我必须要说啊，前台调度这个操作逻辑很明显是苹果在为下一个阶段的 iPad 蓄力。在这个模式下，就连后台多任务界面的样式也会发生改变，就是每个应用都会保持在你给他们设定的尺寸当中，应用下方则有一个图标的 logo。那既然是一场舞台剧，导演自然也可以让其他演员一起登台表演。你可以通过拖拽的方式将左侧的最近应用拽上前台，那2款应用呢可以以大窗口的形式交错登台。你可以一边查阅资料，一边记录笔记。如果你说希望同时查看2个界面，那么也可以通过调整页面大小实现分屏。如果你说想同时查看3个应用的内容，那你可以再喊一个演员上台，可以以手机显示的形态满屏展示3个界面。这个功能是此前 iPad 所不具备的。其实理论上你还可以喊第4个演员上台，但是第4个应用就没有办法实现完全平铺了。在这种状态下，你依然可以通过调度将其他后台的应用给他们一键登台。刚才我们设置好的窗口呢，则会保留刚才的状态，然后你需要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可以再次同台亮相。我实际体验了这1天多的时间，在这种模式下特别适合那些日常需要在某一个特定时间阶段需要同时调用多应用的那部分用户。前台可以根据需求自由调整比例。另外，在这种模式下，11寸的 iPad Pro 和 iPad Air 会显得这个屏幕内容受到了挤压。如果是12.9寸，那么视野应该会更加宽阔。那么下一个问题，苹果实现前台调度的基础是什么呢？首先，你的 iPad 必须要配备 M1 芯片，只有在 M1 芯片的大内存前提下，才能让如此众多的应用同台竞技，无缝衔接。第2个必要条件就是苹果布局了12年的 iPad 生态和 iPhone 生态。如果你在大屏模式下只是手机形态的拉伸，那么切来切去的意义其实不大。所以 iPadOS 16对于前台调度的支持可以说是一种水到渠成。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前台调度的终极大招，一个更大的舞台。只需要通过一根线连接 iPad 就可以将自己的内容
扩展到显示器上。注意，这不是投屏。在这个状态下 ，iPad 的 dock 栏会在大屏显示器下显示出现，你不需要任何设置，只需要把线插上，剩下的交给你的 Stage Manager。连接之后，在 iPad 设置中可以设置 iPad 和显示器的位置，方便鼠标进行跨屏操作。如果你使用的是妙控键盘，那建议选择上下布局，因为这样可以保证你的触控板对于2台设备都能够居中控制。如果你使用单独的蓝牙键盘和鼠标，那可以把 iPad 放在右边，给显示器和键盘腾出空间。妙控键盘在这个场景中的优势在于集成度非常高。在这个状态之下呢，你的 iPad 是被实时充电的，然后它其实是一个扩展屏幕，你的鼠标可以在这2个屏幕之间来回的自由穿梭。大家看到了吗？我在 iPad 上的这个 dock 栏也会出现在显示器下方，真的就跟 Mac 的体验是差不多的。然后比如说在这儿，我可以用 iPad 浏览微博，对吧？然后如果当我把鼠标往上滑到上方，你可以在这里重新打开 Safari。大家看，在这个界面下，你就是相当于一个非常大的屏幕去浏览苹果官网。如果我觉得这个字有点小，我也可以给它调大一点字，看到了吗？这个大家就根据自己的这个视觉观感，然后把这个字调的，这个调的太大了，非常顺滑。就是现在它的触控板上下来操作是非常顺滑的。你看，我现在挪到下边，我来操控微博。然后我挪到上边，我来操纵这个浏览器，同时又可以通过触屏来控制 iPad 的点按。通过触屏点按这个操作，应该是前台调度的精髓。桌面操作和触屏操作在苹果生态里更深度的打通，这2个操作融合之后，其实想象空间很大。你可以通过触摸在 iPad 上查看照片，然后拖入到显示器的文章里。大家看啊，在这种情况下，你其实可以用手动来寻找这个照片，对不对？然后比如说你选择一张猫的照片，然后我们可以通过鼠标，大家注意，直接将它拖动到看这里，直接将它拖动到上方你正在编写的这个文稿里，这就跑到我这个文稿里了。然后你可以在这儿同时使用2个键盘，这是小猫 Plus。比如说你可以在 iPad 上进行绘画，然后在桌面上多应用进行2次编辑，而这一切的可能都源于 M1 芯片。不过我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妙控键盘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当你连接到这块更大的显示器之后，这个妙控键盘上下太窄了，导致我要是比如说在显示器上从上到下滑动，这需要滑动好多遍。所以如果你更常使用显示器，那么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触控板。打通前台调度之后 ，iPad 和桌面电脑的界限进一步模糊了。从2022年开始，会有更多用户可以使用 iPad， 通过鼠标和键盘在更大的桌面上进行更多任务同时的操作了。而且最核心的点在于，对于大部分应用来说，本身就已经适配了平板这种大屏布局，放在更大的显示器当中也可以完美的使用。而比这再深入一步的，则是苹果对于应用商店的规则把控。这些应用可以在使用大屏幕的同时，又可以自由地调整到手机一样的小尺寸形态，在长久以来的空间转换之间，早已经给前台调度做好了铺垫。在我看来，苹果对于 iPad 有着高于 Mac 的愿景和野心。Mac 的核心价值在于工具，但 iPad 的价值不只在于工具，它有着更天然的游戏属性、更天然的互动属性、移动属性、娱乐属性。所以我们看到苹果永远在做的是降低功耗，因为只有功耗不断的降低，才有可能让 iPad 在生产力这个环节的价值不断的提升。我相信 iPad 一定会迎来属于自己更多桌面级的生产力应用，可能还不是现在，但是是一个可以透过苹果布局能够清晰看到的目标。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在下一个视频里我们来好好聊一聊 macOS Ventura。